今天去的这家是直接把爷给吃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跟我上前菜，我要生气了哈。你说前菜好吃也不能上这么多吧？这光前菜就吃了我2个小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今天就突然很想吃那个，又到了吃寿司的日子。这家看网上评分好像还不错。すみません。你买的这种稍稍高级一点的餐厅一般都是没有图片的，非常少，但是师傅非常帅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omakase的套餐。omakase套餐意思就是指你爱上什么上什么吧。不过桌上也有写一些本日的食材推荐。第一个前菜是2颗螺丝，其实这个肉还挺多的，很浓的海盐味。作为小菜的话，味道其实还可以。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重量级了，生的白子。我其实是有一点不敢吃的，视觉上面过于震撼。主要是这个它还是生的白子，生白子。就是那个胆固醇的味儿特别重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它是好吃的，一点点鸡肾的味道，再拌着一点酱料的酸甜，其实我还挺推荐的。接着还是一份长相十分震撼的菜，海胆章鱼丝，就是把海胆炸成酱之后和生切的章鱼丝混在一块儿，其实就是海胆的味道，还不如直接给我上一份海胆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菜，甲鱼汤，它端上来特别的香，就那个甲鱼的油都在泛光，而且肉也不少，味道还特别的浓郁，甲鱼皮也还是很 Q 弹的那种。这个菜可以说是今天的极品了。接下来是刺身，一共是6种海鲜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是紫苏叶的宝宝，吃法的话就是紫苏叶卷一点肉，然后再加一点萝卜丝儿和这个种子，卷起来一口吃的话，口感会很丰富，甜虾就是越吃越饿。鲷鱼和金枪鱼就不用说了，厚切的真爽。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青花鱼，虽然鱼腥味确实很重，但是吃起来巨香，味道特别大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道组合菜，鲍鱼刺身加鳗鱼烧。鲍鱼的话可以蘸一点这个鳗鱼的干，是一种苦茶的香味儿。鳗鱼是烤了之后凉拌的，这个倒不是重点，它下面那个黄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工真的可以把黄瓜切成这个样子吗？吃完这个又是一份汤，这个真的是一家寿司店吗？而且这么小一碗汤还重新配了餐具，实属有点夸张了。不过他家汤为什么都这么好喝啊？然后是一份西京烧烤鲷鱼，是一种甜口的烤鱼肉，味道香香甜甜，上面涂的那个应该是蜂蜜。接下来你想不到吧？我们还有前菜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茶碗蒸蛋，里面是一坨很大的蟹肉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终于吃到了最后一份前菜，海老味增汤。这碗汤下肚之后，我也已经忘了我今天是来吃什么的了。直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寿司，从未这样期待过寿司。这家店的经营理念是不是先让顾客饿2个小时，这样最后的寿司就显得无比的美味？像那个青花鱼寿司，鱼肉已经把米饭完全包裹住了，蘸一丁点酱油，特别过瘾。海胆寿司还是寿司之王啊！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板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板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板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第2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1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板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，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了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1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子。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生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，特别好吃，卡玩意儿。啊，日本环球影城卖的这些东西也太魔幻了吧！这些真的是设计来给人吃的吗？在环球影城官员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早就已经听说了 USJ 会很多人，他们家是早上9点开门，我们7点半就先来排队了。然而永远不要低估日本人的排队能力，非常夸张。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品尝一下日网上盘点的 USJ 奇葩美食。然后我们第一个肯定要去新开的马里奥馆，这个馆现在巨火，还要抽中了才能进去。想看玩的部分的话，可以搜别的博主。今天我们是来觅食的，这个馆现在就只有1个餐厅，进门就会发一个专属的菜单，菜的设计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老任的风格。点好菜之后
拿着这个牌子去座位上等就可以了。其实整个餐厅就是在一个蘑菇树里面，第一次进来真的是傻眼了，不愧是任天堂，里面真的特别温馨。因为我们3天没吃饭了，所以我们一上来就点了2份意面，还有一个道具蛋糕，肉丸很给力，还不错，7分。这个方块蛋糕我非常推荐，是好吃的。日本人在甜品上面果然还是有一套，然而这点分量那肯定是不够的。旁边就是侏罗纪公园，据说可以吃到恐龙肉，也不知道是霸王龙还是迅猛龙啊。我们先买一坨小的试试啊，但是拿到手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卤猪排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甜口的，带一点黑胡椒的烟熏味，8分。再往前面走就是哈利波特的城堡，整个环球影城最牛逼的地方。这里餐厅的装修都特别的神秘，就跟电影里面那种老酒馆一模一样。菜品没有刻意的添加哈利波特的元素，只是还原了电影里面那个设计。厨师的造型也很可爱，这就是我点的烤鸡套餐，里面是半只烤鸡和一根玉米，还有一些烤的土豆。就虽然说是烤鸡，但这个鸡的味道和烟熏鸭的味道很像，表皮烤的脆脆的，但里面的肉还是很嫩，鸡的味道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玉米是真的把我感动到了，这是糯玉米，你们敢信？来日本第一次吃到了糯玉米，这一盘可以给9分。然后追加了一份魔法蛋糕，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在冒烟，但我有预感肯定不好吃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魔法酱料给它摇匀，变成粉色之后就可以把它浇在棉花上面。不过姐妹们，我不骗你们，这个真的巨难吃，这个好像是我来日本吃到过最难吃的甜品。拜拜，赶紧到旁边的好莱坞去买了个冰淇淋。小哥的笑容好可爱，买的是草莓和奶油巧克力的，这个味道还可以。天气好的时候买一碗坐在店门口吃，还是非常爽的。但就是旁边这个小黄人馆的音乐太大声了，只有过来把你干掉了。这个园区就是充满了欢乐，包子里面是咖喱馅的，意外的还不错，7分。虽然还有很多餐厅我们还没去哈，但实在是吃不下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直接被震惊 ，Yuki 讲，你这个是还活着的意思吗？今天去的这家河豚店是不是有点新鲜过头了？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东京银座最近有家河豚店口碑非常的爆炸，这只应该就是我们前天预定的 Yuki 酱，只是没想到 Yuki 酱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忧郁啊？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我们本来是想预定包间的，但后来为了更清楚的看到 Yuki 酱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吧台。然后因为已经预定了套餐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用看菜单了。桌上有写一些河豚奇怪的吃法，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前菜，河豚鱼皮。河豚皮应该是河豚身上最 Q 弹的一个地方，红色的那个东西叫做红叶，甜辣味道的胡萝卜丝儿，这道菜吃起来就像在嗦面一样。但河豚皮和那个恰到好处的酱汁真的是神仙搭配。第二个菜是一道大前菜，河豚刺身。虽然说它是前菜，但它一直是我在河豚料理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吃才能感受到 Yuki 酱的味道。吃法的话还是老吃法比较香啊，不过你不按这样吃的话也没关系啊，用河豚肉卷一点鱼皮，再把葱和红叶卷进来，柠檬的话可以挤也可以不挤，我是喜欢来一点点，最后再蘸一丢丢这个臭橙醋，这个醋也是这道菜的精华，它的味道刚好可以衬托出河豚肉的鲜美，蘸太多的话就会盖住它。日料中的一股清流，特别好。第三个菜叫盐烤白子，白子你们懂的吧？就是河豚装那个的地方，挤上一点柠檬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这个味道，就是烤胆固醇的味道，里面的东西像豆腐一样，是香的但也很稠。然后还有一道姊妹菜叫天妇罗白子，这个我觉得最好是撒一点点盐，吃起来真的是炸鲜奶本奶了，口感几乎一模一样。不过它就是咸口的炸鲜奶。下一道菜是油炸 Yuki， 这个我觉得直接啃就行了。切下来的肉还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有点过瘾，吃个刺身轻轻油腻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菜了，河豚小火锅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肉不拿来做刺身？总之把肉和菜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。不过河豚肉不能煮太久，因为那个肉很容易就煮没味了。但不得不说那个味道是真的巨鲜，就是这样煮出来的河豚，就算你不去蘸那个酱料，也会有一股淡淡的柚子味，就贼高级那个味道。这回就是刚才还在跳动的 Yuki 酱。不管肉里还是锅里都是没什么油的，就是2个字鲜嫩，特别好吃。然后就连蔬菜都会染上河豚那个味道，所以最后煮出来的那锅汤也是精华。用它最后直接煮了一锅小米粥，服务员还会给你发这种海苔，用它卷着饭吃也是神仙味道。哇，真的谢谢你 Yuki 酱，给我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体验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夹心冰淇淋。就整体下来还是感觉特别的满足，因为菜品实在是太多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